巴雷特 M82A1 在.50狙击步枪市场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也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大口径狙击步枪之一。它是朗尼巴雷特在自己设计的第一款产品 M82 的基础上，历时4年，经过不断改良，最终在1986年完成的。随后在1989年接到了来自瑞典国防军的第一份军用订单，采购100把。又1年之后，1990年，美军宣布大量采购 M82A1， 投入科威特战场的沙漠之盾和沙漠风暴行动。于是，这款枪成为了美军唯一的特殊用途狙击步枪，因为它除了做反人员用途外，在使用穿甲燃烧弹时，还可以有效摧毁雷达站、卡车以及停放的战斗机等战略物资，因此也被归类为反器材步枪，并且是同类中最优秀的。不但通用性强，应用场景也非常广泛。M82A1 采用经过改良的、更适合肩射武器的枪管短后座原理。此外，它的脚架与 M60机枪通用，而握把则与 M16A2 步枪通用。弹夹前方还可以安装伸缩架座，在 M82A1 驾驭车、船等载具上时，充当后座过程中的缓冲器。麦克米兰 TAC50 是由美国麦克米兰公司在1980年推出的一款军队及执法部门通用狙击步枪，也是加拿大军队的制式长距离狙击武器。和兼具反器材用途的巴雷特 M82 系列不同， TAC50 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超远距离精准反人员。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它采用了一系列提高精度的设计，并最终达到了同类型产品中的顶尖水准。比如，为了避免枪击运动所带来的抖动，而选择会降低射速的栓式旋转后拉枪击系统；为了避免枪身挤压枪管，采用和中口径高精度狙击步枪相同的浮制式枪管，避免了枪管与枪身之间的刚性连接，而且所配枪管也是比赛级的。少尔 SSG-3000，1984年，西格公司以西格少尔200 STR 比赛步枪为蓝本，设计出 SSG-3000警用型狙击步枪，名称含义是精准射手步枪。2000年，西格公司将轻武器部分出售，因此 SSG-3000更名为少尔 SSG-3000。根据警用要求， SSG-3000采用模组式构造，枪管和机甲为一个组件，扳机组和弹仓为一个组件，它的主要零件都可以快速转换，整个系统也可以改为适合左手用户操作的模式。早期 SSG-300 标准枪型采用的是木质枪托，后来改为麦克米兰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目前的 SSG-3000 共有3种不同的枪托类型，同时也有3种不同的名称，分别为欧洲型、2级型和3级型。黑克勒科赫 PSG-1 是世界上最精准的半自动狙击步枪，它的制造公差被控制得十分严格，所有的零组件都近乎完全结合，并且在出厂测试时，每一支都要在300米距离外持续射击50发子弹，弹着点散布必须在直径8厘米的范围内才合格。不过，也正是由于它的零组件精密度高、结构复杂，所以需要经常维护。如果警用还可以，日常在室内分解清理完成之后再重新组装调教，但是在野战条件下 PSG-1 就显得过于脆弱，不但无法承受较强烈的撞击，而且也没有适合进行维护的环境和时间。此外还有一点就是在子弹击发之后，弹壳弹出的力量非常大，甚至会弹出超过10米远，这对于警用来说同样不算问题，但对于军用来说，不仅容易暴露狙击手的位置，在任务完成清理使用地点的时候，黄铜材质的弹壳也很不容易被找到。同时，因为超过12000美元的高昂售价，也导致 PSG-1 的市场占有率并不是很高。精密国际 AW， 这是英国机械制造商精密国际研制的一款狙击步枪，因为它在低日负40度的作战环境当中，仍然可以保持良好的操作性和可靠性，所以被命名为北极战争，简称 AW。 这款枪的模块化设计使它在战斗条件下具备了极高的使用灵活性和可维修性，
即使枪身内部结冰，在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很快就可以继续使用。北极战争系列是目前世界上最普及的狙击步枪。1982年，从英国军方的狙击武器系统招标中脱颖而出之后，迅速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英国、德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都有列装，并且还能够按用户需求而特别定制。每个国家都稍有不同，比如在枪管口径、弹夹容量等方面改进之后的瑞典军用版本 PSG90， 换装蔡司狙击镜的德国军用版 G22 和反器材版的 G24， 以及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所使用的半自动版本 AS50 等。斯泰尔侦察步枪，最初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枪械专家杰夫·库珀提出了一种叫做多用途步枪的概念。在1983年，他给这个概念命名为侦察步枪，并定义为可以胜任绝大部分射猎和战斗用途，威力可以射杀任何较大尺寸有声目标的多用途步枪。同时还定制了包括总长度不超过1米、空枪重量不超过3.5千克等多项标准。随后，斯泰尔公司在库珀本人的协助下，成功研发出这款武器，还在武器上采用了公司独自设计的安全枪机。全枪共129个零件，枪管细长只有19英寸，并大量采用新型材料，因此重量很轻。此后，因为精准度和可靠性高，侦察步枪被广泛用在射击比赛和狩猎活动中，但它却并不十分适合军事用途，只有少数国家的特警队和特种部队列装，在军用和警用市场中没有获得太多订单。布拉塞尔 R93 是枪械设计师麦恩哈德·赫泽在1993年设计，由德国制造商布拉塞尔生产的一款狩猎步枪。它拥有真正的模块化系统，整枪围绕铝合金框架构建，可以通过更换弹夹的镶嵌件、枪管和枪栓，使用多种口径的弹药。此外，它还拥有栓式枪栓、直拉栓动式枪机和直接扳机等，在现代狩猎步枪中比较罕见的设计。这款枪仅在1993年至2010年间就生产了超过20万支，并最终在2016年宣布停产。SVD 这款狙击步枪是 AK-47 突击步枪经过一系列改良后的放大版本。由于它所使用的 7.62 机枪弹是特别定制的突圆弹，而且威力比 AK-47 的 7.62 步枪弹大很多，所以对枪机机头进行了重新设计，并加以强化来承受高压。不过因为只能单发射击，激发和发射机构比较简单。当然 SVD 也可以发射普通的 7.62 机枪弹。此外，由于 SVD 的机夹就是 AK 式的，因此瞄准镜的安装座只能装在机夹左侧。在导气管前端的气室还有一个气体调节器，用来调节火药燃气的压力。在平常环境以及保养良好的情况下，调节器一般设置在1档，但是当使用环境恶劣或者在战争中无法正常保养，造成导气管积碳过多影响正常操作时，可以将调节器设置在2档，以增加推动活塞的压力。SVD 还有一个最特别之处，就是在准星座下方有一个刺刀座，可安装刺刀。这一设计是极少被应用到狙击步枪上的。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或想看的内容，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